以前啊，我们只知道买回机器开工卖布，这一次既然知道了人家日本工厂的精妙之处，就必须得写得有模有样才行。那是。周莹，哎，大哥，你这精酿布厂什么时候开工？现在出定，1个月之后正式开工。为什么还要等1个月呀？机器不都已经到了吗？机器到了还得安装，工人还要培训，所有工种之间还有一个配合过程。事儿多着呢。不行，10天之内必须开工，必须要见到成效。这大哥，这也太着急了。怎么能不急呀？皇上为了你这精酿布厂，专门下了诏令，说务必要办一个样板出来，给全国的总督和巡抚看一看。可是现在2个月过去了，什么都没有，我怎么向皇上交代？啊？可是办厂这么大一件事情，千头万绪，哪里是几天时间就能搞定的？哎，这是啊，你这是强人所难，我跟你说啊。子说，变法本身就是强人所难的事儿。要想舒坦，可以不变法，吃面。这，吴策，跟你四叔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反正我把话撂着，15之前必须开工，如若不然，我便上书皇上，取消你们泾阳布厂所有的离税优惠，而且我还会告你们，说你们假借变法办厂，沽名钓誉。你敢？这，什么德行啊你是？这，哎，二哥，二叔，来人！来，扶进去，扶进去。怎么回事，老爷？这么多，大人，能缓一缓的我都捡出来了，这些都是最急的。大人，夫人来了。哎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好啊，有几个要设商务局、商会的这几个诏令，你帮我看看，想想办法，怎么能应对一下。我是来向你求助的。哦，怎么了？这个吴泽非要泾阳布厂在10天之内开工，这怎么可能？所有机器还没有安装完毕呢。又是吴泽，赵大人，赵大人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学政大人刚出家门，就被100多个童生秀才给围攻了。那是为什么？科举制度废了，现在要求把文庙全部改成新式学堂，这些书生啊都不干了。呀，怎么会这样？现在鼓吹变法的这些人，压根儿就不知道民间的疾苦都是纸上谈兵罢了。他们的心倒都是好的。朝廷上下原本支持维新变法那些官员，到现在都渐渐的对这些维新派产生了反感，更不要提那些原本就反对变法的王公贵族。那行了，我先把学政大人解救出来再说吧。哦，对了，有机会的时候提醒一下吴泽，省着以后局面不可收拾。那个，有机会的话，你也提醒一下他。好，走。吴泽，吴泽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要找你。我有事要跟你商量。这名单上的人必须立刻革职。为什么？我来的这些日子，明察暗访，发现这些人要么就是阻挠新政实施，要么就是消极拖延。尤其是那个学政大人，这都1个月都过去了，新式学堂还是没有进展。这个，我要替他说2句了。要银子无银子，要老师没老师，这怎么可能凭空办得出来？你还袒护他？我不是袒护他。今天为了新政，他差点被人围殴。大家不是消磨拖延，
是在疲于奔命。如果你们不改掉那个旧时的官僚做派，自然是难以实现。可是现在，这变法的诏令几乎每天都在送来，那最多一日可以收到10几份的诏令，有商务，有教育，有军务，连我都不知所措。那你让这些下面的官员和普通的民众怎么办？我说武则，这一点，你们是不是可以变通一下？如何变通？我以为法令的颁布可以暂停，至少先把绝不能停。至少可以先变一部分。赵白石，你千万不要存如此想法。我告诉你，变法一说，能变则存，不变则亡，全变则强，小变则亡。照你们这么个变法，不出3月一切全乱。没错，我们要的就是天下大乱。你说什么？次娘，你如果敢对周莹怎么样？老爷，老爷，快去叫人！快！老爷，
我会照顾好娘，我会撑起咱们西园。老爷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医生一动，快过来！爷爷，爹，您是还想见谁？周英吗？阿叔，阿叔，你放心，我这辈子一定竭尽全力保护大哥周全。二哥，爷爷。